中共國這個錢的問題。從傻逼習近平正式上台2012年18屆一中全會開始算，當時中共國的官方數據，那一年到年底社融就是整個國家欠的錢的總數是100萬億人民幣左右。2012年100萬億啊。虽然社融存量不是整個中共国的債務總量，因為這個數字裡面沒有包括政府的赤字啊、地方政府隱形債務啊、銀行系統內部債務啊、大量金融機構未納入的社融的債務啊等等啊，但是总歸它是一個債務數字啊。大家記住了，2012年習近平上台100萬億左右啊，這是一個看得見的啊。也就是1949年到2012年，中共國歷經了63年。社融從0增長到了100万億，63年。那么这個傻逼上台以後呢，花了13年零4個月的時間，到2026年4月末啊，中共國的社融數字是456.89萬億啊。當然，如果加上我剛才講的那些啊，政府的赤字啊等等，銀行內部債務等等，那肯定要超過，保守算也得超過500萬億，這是公開數據啊，500萬億。那麼中共國的債務63年的時間從0到100萬億，而後面13年的時間從100萬增加到將近500萬億。按照這個速度，即使加速度不再繼續擴大，中共國的社融總量也會在8年後2034年年末超過1000萬億這個數值。1000萬億，聽見沒有？那如果應對那個時候中共國的總人口12億左右啊，人口減少12億左右，那麼全國只有5億的勞動力的情況下，根據社融數據，那中共國的每一個勞動力將背負200萬人民幣的債務。為什麼講這個？到最後的話題一兜底兒，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多可怕這個情況啊！哪怕這些負債的年利息只有3%，每一個中共國人勞動力也要承擔1年6萬塊錢的債務利息，這都要純利潤的現金或者是借債的現金支付才能達成的。而且在經濟學上，你不管怎麼周轉，你中間經過多少關口，哪怕你是國家的赤字啊等等，最終分攤債務還是到全社會勞動力人口來承擔，沒有辦法啊，不是勞動力來人自己賺的利潤承擔，就是他們最終的負債去承擔，好吧？那現在呢，中國社會壓力大不大呢？現在我們還有7億人口，7億人口，平均每個勞動力負債呢還不到70萬元，8年後是200萬元，現在還不到70萬元。但是2026年中共國社會的混亂和崩塌情況，大家是不是也已經有目共睹了？亂成什麼樣子？比前幾年亂太多了。所以就不談論任何政治、金融、社會、國際問題，就光這個勞動力負債，8年後每人200萬元壓在身上，那個時候這個國家會亂到什麼程度？大家自己想就知道了，好吧？啊，當然了，中共自己是沒有減少債務的計劃的，沒有啊，你們看不見，在哪兒都看不見，每年都會不斷的增加這個國家和社會的債務啊。那為什麼不做？那有原因，下面就講啊，在這個過程中，增加的過程中，中共的各大部委、中央政府的，還有各省市的每級領導，都在越來越快的把資金，不管是借來的還是給的資金，進入到什麼領域，拼命的借啊，不光不減少，還拼命的借，拼命的支出，進入到什麼領域？進入到完全不可能產生收入的領域。也就是變相把這些資金搬到自己管理的下屬部門或機構，而不是用來搞建設產生收益。這是為什麼啊？你往下聽就知道了。就是這邊呢，負債越來越多，壓力越來越大，每個人承擔的東西更多，但是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不是努力在建設，而是努力在挖坑，把以前的坑挖得越來越大，讓這個樓倒得越來越快。好吧，那這裡面呢很重要，有一個邏輯，這個邏輯是什麼？在中國，就是任何中央部委或地方政府項目報上去，傻逼習近平認可，變成了習近平主導的政治項目，
那這個項目就可以使用大量的債務資金開始幹了。這個資金去哪兒咱們不知道，比如說咱們上次直播講的，中共7萬億在今年全花光，必須花光，叫新制大基建，主要投資叫算力網啊，算数的算，力量的算力网的建設。当然也讲了，这些资金几乎全部都会打水漂，因為新制大基建跟傳統大基建鐵公基、鐵路、公路、機場相比，3個重大差異。第一差異就是傳統的大基建一定會拉動就業，傳統大基建需要大量人員參加勞動力工程，所以拉動就業。而新制大基建全是政府機構、國企、央企採購數字化系統，沒有任何新增的就業機會。所以這個東西幹起來，這7萬億怎麼可能跟以前相比呢？第二，不會帶動經濟的全面的循環跟發展。過去的大基建產業鏈都很長啊，修個機場、幹個鐵路，上游的鋼材、水泥、玻璃等200多個產業，幹成了受益於下面的物流等等，又100多個產業。也就是以前的基建，整個國民經濟在這個產業鏈中都會得到發展。那新制大基建呢？你幹個算力擱在那兒，你為誰服務啊？從哪兒產生利潤？沒人知道。上游採購只涉及到了計算機、有色金屬、壓延和化工3個領域，下游根本不擴展任何東西，所以完全不會在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任何的延展跟促進作用。第3個也講了，建設成果無法長期保存。以前大基建說了，你修個路，它路擱在這兒，你就是壞了10年20年，有地兒也能用，修個橋也能看在這兒。那現在這個新制大基建呢，那軟件硬件你就算都搭了，人才不行，沒法配合使用，那你全是廢物，過2年淘汰了就沒法用了。只是大家會想，為什麼中共缺錢缺到了苛捐雜稅全都上的地步，到今天這個樣子了，這還會把這7萬億扔到這樣沒有產生任何作用的事情裡面？這都導致就這麼短短幾年，習近平上台多了將近400萬億的社融，400萬億的債務。為什麼還這麼幹？難道都是傻子嗎？不是，體制跟制度造成的。體制，中共實施的是獨裁體制。那麼獨裁的，如果的領導者是真正能夠獨裁的，那麼他的獨裁的行為就會導致現在的模式一直會走下去。中國共產黨本身是一個像毛澤東說的黨內有黨，黨外有派，無黨無派，千奇百怪的政黨。所以哪怕習近平這樣的獨裁者上台，為了穩定自己的勢力，也是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這只手叫政績，你畢竟他媽共產黨，你是共產黨的帶隊人，你得有能夠拿得出手的，顯示你牛逼，帶得了共產黨隊伍的政績。這個手就是特務組織，把這個黨和內部外部對你的不忠誠者全部抓起來幹掉，這2個手都要抓，都要硬。所以當第一個手沒有的時候，你沒有任何政績的時候，人都是這樣子的，你劣跡斑斑獨裁者，白他媽花錢，你就在黨內不能服眾，最終除了跟你的一群鐵桿的既得利益者，剩下的人全反對。所以你這個手再硬，你抓的人再多，你抓不過來，江山穩不了啊。那目前這個傻逼習近平其實從上台開始都是，他這個手還挺厲害，建立特務組織，這個手從來都沒抓住過。原因咱們也都知道，本人知識文化水平超級低，思考問題的方式缺陷巨大，本質是一傻逼，內心超級不自信啊。所以這方面呢，導致這手抓不住。那越到現在該換屆，為了下一次準備，這邊就拼命的想出業績。這邊他已經很拼命了，讓他的特務組織、紀委啊、監察委啊、公檢法、網信辦等等抓人，拼命的查人抓人。那這时候也得做業績，那這些業績都得是拿錢做出來。所以這樣就導致一次又一次在中共體制內部習上台以後形成的這些羅圈又出現了，7萬億就是裡面。其實中共這10幾年來幹的所有的事兒啊，為什麼有人說剛才講了將近400萬億的融資借款，就是幹的所有的事兒全是特別蠢的傻逼事兒，對吧？
上台以後，咱们也建什麼 C919大飛機、芯片振興計劃、雄安新區、海南自貿島、新能源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雅江水電站等等，這麼多項目，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項目有個問題啊？別說我，你們普通社會民眾，你們有沒有發現這些項目即使在基礎介紹跟論證階段，你們都能看出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海南能不能替代新加坡？連他媽自由兌換都不能有，自由貨幣流通、自由信息谷歌都不能上國際報關軟件國內用不了。我就問問大家，你們覺得就是這個項目是不是在論證階段都有巨大的缺陷？你們都能看得清楚投入了上万億資金幹的什麼他媽雄安新區，全世界現在哪個大城市是按政治目的建成的？全世界所有大城市可以叫資源性城市、能源性城市、經濟城市、旅遊城市、娛樂城市，甚至可以戰略要衝城市，就他媽沒有政治意向構建起來的城市。對呀，所以雄安應該是人類歷史到今天現在的人類文明體系下，需要獨裁者按自己的政治意願北京首都需要副中心，按政治意願建立起来的一個龐大城市，投入上萬億資金。更逗，這個城市還在河北省，就是按照中國這種戶口管理，就類似於小護照，每個地區都有小護照，戶口管理的模式就決定了去他媽雄安的家屬的屬性跟公司的屬性都不是北京，沒辦法成為北京，這是制度決定的。所以你在河北省幹一個副中心，多奇葩不可完成的任務啊！這副中心天然就導致這個城市建設需要的各方面各領域的人才、信息流、資源流甚至物流，這些條件都不可能天然形成良性循環的，你政治手段再逼都行不了。所以建立這種一個城市的各種必要元素，在河北省成為首都副中心完全不存在，運轉不了這個缺陷明顯到什麼情況？這個缺陷明顯到一個人臉上長了個屁眼兒，就一個人臉上長了個屁眼兒，你覺得大家能不能看不見？全看得見呀！我當年在國內為什麼被弄出來？當時要邊控搞我，就是因為我老抨擊雄安計劃雄安新區這是嘴欠，那個時候自己自大了，嘴欠所以就幹了這麼一個事兒。這臉上長屁眼這事兒，你說看不見嗎？結果我就發現，為什麼這種事兒都能被批，都能做都能幹，很納悶啊！這道理太簡單了，任何現代化城市的必要條件，雄安都不具備，這是個必然死掉的項目。結果我傻逼在這說，剩下中央上面習近平興高采烈，一直到現在都在做，別讓所有的人都興高采烈在做。如果我們說這傻逼習近平很蠢，那他身邊不是應該智囊團嗎？智囊團是不是也很蠢呢？這個答案到今天我們看出來了，是我很幼稚，也是跑出國這麼多年，終於想明白了，我是個傻子，我幼稚。這種幼稚事其實我犯了很多，都見識過了。比如說30多年前就見過，30多年前我在中共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時候，當時做集團的老總張慶偉的秘書，那時候張慶偉只有42歲，就是中央委員了，中共國最年輕的中央委員。所以我那時候跟着張慶偉參加過很多中共的，不管是中央軍委的呀，或者總裝備部的國防科工委開的很多會，很多會都涉及到武力統一台灣的問題。那時候那些會議，因為軍工企業要承擔很重要的任務呢，導彈嘛，一定是航天的。所以那時候會議中很重要的一題都是確認中共的軍隊在可能出現的台海戰爭中怎麼彌補最大的短板。打金門就是這麼死的這短板包括像軍隊跟物資的大規模跨海持續投放能力，後勤持續的保障能力，干擾抗干擾等電子戰能力，指揮協同能力灘頭擴張能力，飽和式區域拒止能力包括什麼如何構架能夠對抗可能參戰的
美國、日本軍隊防区外打擊中共本土的防御网構建等等。但当時已经很明確幹的都是這些事兒了，30多年前。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中共有一個目標叫突出第一島鏈。但是這個島鏈大家知道，只要不能統一台灣，這第一島鏈是絕对不可能突破的。台灣就像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跟日本列島在一起，控制了多少？控制了中共90%以上的出海航道。就90%出海的航道其實都在日本列島和台灣之間控制的第一島鏈。所以台灣解放不了，第一島鏈就不可能拿下来。当時30多年前會議全是圍繞補短板來做的啊，因為大家都知道木桶理論，決定一個桶能裝多少水的一定是最短的板子，而解放台灣啊最短的板子当時都已经確定了。所以即使是當時中共中央軍委提的那個藍色海軍方案，前提突破第一島鏈第一步都是建立強大的跨海持續投放力量，强大的海面突防力量、搶滩登陸力量等等。所以为什麼2003年20多年前就開始談購買烏克蘭的野牛氣墊登陸艇，全世界最大的，都是往這個方向走啊。30多年前確認，20多年前還幹，但是到今天30多年過去了，你們現在發現除了很少的一些行為，中共所有武器裝備的發展花了無數的錢，都跟跨海登島作戰什麼關係都沒有。到現在航母都造了3艘，各種什麼巡洋艦、驅逐艦、亂七八糟的護衛艦，像中共說叫下餃子一樣幹，什麼殲20啊，各種飛機啊，到處做。但是跟登島作戰有關的，除了4艘075兩栖攻擊艦、8艘071船塢登陸艦和一些過去的072坦克登陸艦，啥都沒有了。就這麼點力量，別說就是拉重武器，就純拉人就只能拉1萬到12000人，要再拉武器連8000人都拉不了。中央軍委30多年前就確認，第一波登島3批次登島的力量投放最少5到10萬人，沒有這個力量就根本控制不了在海灘上登陸的點，灘頭陣地穩定不住，那後勤補給肯定就沒用了，上不來，不知道給哪了。5到10萬人，現在他們做完了以後連8000人都沒有，30多年啊！現在網上說什麼民用滾裝船、貨輪什麼運士兵，那純他媽扯淡。在不可能形成絕對海空優勢、完全控制100多公里海峽情況下，民用船拉東西那就是活靶子，找死呢。可是有沒有人想過，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最近想清楚了，30多年前已經確認明確的短板，也就是所有花軍隊的錢都應該在這方面。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花的錢已經天文數字了，跟他們統一台灣屁關係沒有。建立絕對號稱牛逼的軍事體系，中共跟統一台灣什麼關係沒有？一定記住我說，不聽別人說什麼，看別人做什麼。傻逼習近平上台就想統一台灣呀，這也是他連任的最大依仗啊！那為什麼沒人幹呢？70多年前輸掉金門的短板現在全都在，任何解決都沒有，反而因為台灣的武器裝備越來越強大，短板缺陷越來越明顯了，整個中共的軍委沒人管，怪不怪？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花天量的資金，各種漂亮的軍艦武器，除了他們好看就是漂亮，但是真正將來可能出現的戰爭屁用都沒有。你跟印度發生衝突，你他媽拿航母巡洋艦有用嗎？你跟俄羅斯衝突這玩意兒有用嗎？你登台灣這玩意兒有用嗎？你跟日本這玩意兒有用嗎？他媽日本也是更是大的不沉默的航母，这屁用都沒有，活靶子。講到這兒是不是有點明白了？對，沒用的雄安必須建，廢物的919 C919必須研發，不可能出現的芯片振興必須立項花錢，純扔錢的新制大基建必須搞起來。
如果還不明白，我就再講個世界奇蹟。大家都知道，中共軍隊每天都在台灣海峽幹什麼？南海幹什麼？飛飛機跑軍艦，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國家，你們查查 AI 人工智能去找一下，全世界有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國一樣，天天他媽在海峽，在你的敌对國那塊飞飞機跑軍艦，啥都不幹，武力装備都沒有，就幹這個。去年有記錄的飛行幾千上萬架次，每天幾百次，這不是有病嗎？為什麼？人家什麼損失都沒有，你飞的跑的全是錢。現代化軍隊武器裝備動起來就是后勤保障，一堆錢，運行磨損都是錢，按小時計費。一個飛機起來1小時，幾十萬美元就沒了。他们中共是不是有病？錢太多了，花這麼多錢，目的是幹嘛？對外叫威懾台灣。威懾這詞兒幹嘛用的？就這人有點傻都明白，威懾是偶爾咔來一下才他媽叫威懾。狗突然叫一下叫威懾，天天幹這麼頻繁，邊際效益遞減，這不叫威懾，這叫傻逼。誰還怕你啊？一個狗天天在那汪汪汪汪汪叫，什麼實際性都沒有，你理都不理它，愛幹嘛幹嘛，這他媽叫威懾嗎？中共現在天天威懾，不是軍事訓練就是軍事演習、實彈演練，還起個名詞叫常態化，這不叫傻逼化嗎？你自己在這玩命的花錢，玩命的花，對對方什麼作用都沒有。我再說一遍，縱觀全世界，查查人工智能，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個幹這種傻逼事兒的國家都沒有。世界奇觀吶，世界奇觀呀！你像美國所有的軍事行動，必須有明確精準的目標，要幹啥？就算是軍事演習，人家1年只幹1次，在哪兒？很精準，不會老在這樣傻逼似的做。那這麼做的本質是什麼？叫做名正言順的浪費錢。到這裡是不是真明白了？所有這些項目 C919、雄安、海南自貿港、芯片什麼振興、新質生產力、新質大基建新時代軍隊建設、武器威脅常態化AI 革命大數據等等等等，都有一個特點。特點是什麼？能夠給傻逼習近平畫大餅，滿足其願望。你不是這缺個手嗎？2手都要硬。對呀，這些事情都具備重大的政績的名義，能夠讓這個小學生極度激動。反正丫什麼都不懂，沒知識沒文化，什麼都不懂，不學無術，對吧？所以這些花大錢的事兒，只要讓這個傻逼重要，我的政績我要幹，那花的錢，中共不管是借的、募集的財政收入，只要花的錢，所有相關部門大利益都可以有。所以這些最終什麼實際作用都沒有的項目，一定有人提上去讓傻逼通過。抓住的就是這個小學生急於尋求政績這手的心態。習近平太需要了，而且超級好面子。他說好，政績我的雄安，我發起的海南自貿港，只要他的名義批准了，整個中共體制內部就沒人說有意見不同意。就像我說的，屁眼长臉上，大家也都当看不見。因為什麼？因為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所以他媽偉大領袖傻逼習近平都說這事兒行了，你開始提意見，你對於習近平同意的東西提意見，這就他媽典型的政治不忠誠，對吧？那習近平不得往死了收拾你？緊接着這事兒上面拿了錢，底下一堆人都能受益。你提意見，你要砸这一堆人的飯碗是嗎？砸人飯碗如同殺人父母，你他媽不死啊？所以最終大家知道這些錢怎麼花完的嗎？知道這些海量負債怎麼形成的嗎？你們為什麼叫加速師啊？牛逼嗎？底下的機構全都明白，比如說大飛機 C919 大飛機研發前提核心必須解決發動機短板問題。短板嗎？捅嗎？不解決這個問題，任何自研的大飛機都是扯淡，白浪費錢。
但是项目提出到現在会完全弱化这个核心缺陷，而要突出项目的政治光彩。中国商飞能成為波音、空客之外的世界第3大航空巨頭，能跟波音、空客競爭。其實傻不傻逼呀？這什麼巴西航空、俄羅斯航空隨便出一個都比你中國航空不知道牛逼多少倍，沒一個敢說在民用航空領域都是特別厲害的，敢說我跟波音、空客競爭。就這些人的飛機在全世界飛了多少，比中共厲害多少倍，人家都不聊，人家知道這是胡說八道、痴心妄想。但中共就聊，因為是政績能讓這個習近平大傻逼同意，投其所好，就喜歡這玩意兒，然後就能給很多很多錢。但是拿了錢，研發機構也不會全力以赴解決發動機問題，因為大家都明白，這問題真解決了，那些海量持續的研發經費怎麼可能還繼續給我們呀？所以就算是為了持續海量的研發經費，對呀，這些經費研發出發動機要用到大飛機上的，沒有大飛機是缺陷，這麼嚴重的缺陷導致習近平夢想不能實現，那你要多少錢他就給多少錢。你但凡出來一個能用的發動機，不錯的填上了，沒那麼緊缺了，你再要錢就沒這麼容易了。目的根本不是幹活，要錢啊！包括中共國自己能獨立解決芯片問題，這前幾天大芯片大振興的時候宣傳，那全世界都知道沒可能，連美國都不可能做到。芯片生產一定是全世界多少個國家聯合幹的，太多體系了。但沒事，突出政治前景立項，傻逼習近平立刻被政治未來的政績沖昏頭腦。我操，行，沒問題，幹啊！全世界幹不了的事兒你幹，大量中央撥款，這咱們都知道，無數的和項目關聯的政府部門、科研機構、企事業單位都吃的肚滿腸肥。咱們都知道，後來就光這個貪腐接出來的案子都是上萬億的，你們就知道中間多少人的錢。還有像明知道武力統一台灣，這就是我經歷的，必須解決跨海登陸短板，否則其他的板再長，桶裡還是裝不進水，短板就這麼短啊！跨海登陸沒戲，武力統一台灣就是胡說八道。但是實際裡面拼命誇大藍色海軍的作用，誇大做航母啊，揚我軍威，振我國威，這傻逼習近平興奮了，根本他媽就不想這玩意兒跟統一台灣有個蛋關係，玩命給錢，故事編得越多，就給的錢越多。這些玩意兒實際上讓習近平自己實現統一台灣的夢想都一點都不關聯。對呀，那天天飛機飛，跑軍艦威脅台灣也是一樣要錢啊。我說了，偶爾威脅來一下，天上打一個雷，你害怕；天天打雷，你睡覺要多香有多香。但那不花錢啊，所以只要跟他們傻逼習近平說一下常態化，天天威脅，揚我軍威，振我國威，這傻逼一定覺得很牛逼，可以老踩台灣的臉，有錯覺了啊！東部戰區以及其他相關機構就可以不斷從中央政府要錢，不能停，要不能停，因為停止了這種一點用都沒有的常態化威脅，那這些機構就沒有要錢的理由了。掰開揉碎講得夠明白了嗎？講得夠明白了嗎？都是一場戲，體制問題，中共內部中央各部委也好，中央各部委也好，各地方省市的主要領導好，中央軍委的主要領導也好，啊，軍工集團主要領導也好，我說的主要領導不是他們習近平啊，為了自己的利益都得編故事，帶隊伍呢，不給底下隊伍好處，誰跟他呀？都得編故事，造假項目，騙傻逼習近平。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就是能有表面的政績，但真實結果全都不會有。那這些結果也不怕，為什麼呀？因為無法被驗證，驗證不了啊，錢沒花夠，一直花。那比如說 C919要打造中共跟波音、空客比肩的全世界的國際民航企業，大家想想這得花多少錢？所以錢沒花夠，接着花吧。啊，打造一個超越新加坡的國際港口自貿島得花多少錢？
沒花夠接着花吧。所以拿这些东西編故事很容易啊。資金呢講過了，下來以後各地方的相關部門的人啊，領導拿了錢，這些錢就變相的流到自己和周圍所有下屬人的口袋，底下的人有了實惠就會聽話，這樣這些領導帶隊伍就容易帶。而且呢，經過習近平認可的項目，這個傻逼認可的項目我講了，那就是黨內政治態度的標杆，對吧？那必須得忠誠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对不忠誠，所以沒辦法，誰也不能去驗證不能去驗證。所以這個時候閉環完成以後，大家一起都編故事一起做。你像今年的光伏组網，這叫他媽的以新能源為代表的新质生產力代表光伏。今年中共國內的光伏組網前4個月跟去年同期相比，連1%都沒有，比房地產還慘。但是為什麼我講這故事破不了？這習近平認可的呀，就幹得這麼傻，有沒有人敢跟上面說，老習你他媽當年認可花那麼多錢的項目失敗了？誰敢說？說了是不是找死呢？他媽習近平多喜歡聽政績聽故事包括新质大基建，這他媽去年 DeepSeek 已經死那麼多了，還幹這事兒，這不是多狗屎嗎？但是沒關係，因為按照習近平的水平，什麼他媽 AI 什麼數字化，他一定是聽不懂的，但他肯定感覺很牛逼，無知者無畏嘛。這玩意兒落地了，大基建我操，這玩意兒落地了，他连任沒問題，於是就開始主導，錢又花光了。对，不能说人呢就是挑毛病就是没問題，所以这些項目即使全失敗了，也就失敗了，沒人幹大家也知道將近500萬億的債務來源的核心是什麼，而且這500萬億表面上不都是個人的，不都是我講的那7億勞動者的將來未來可能更少人，但實際上不管押給各機構和個人，你按它流動性去算，按流動性去算，最後這些流動性流還會流到整個社會勞動力群體中間，沒辦法，全都浪費掉了。中共國這些錢都浪費掉了，一次又一次被中共的官僚體制抽光，被中共內部的人從傻逼習近平這兒騙走，循環不休，循環不止。然後最後的責任呢，肯定沒有人承擔，因為200發起的這傻逼幹的，習近平幹的，所以他說的話那就将做就做，不了了之。C919繼續幹，4年他媽弄了10幾架，幹上萬億，海南自貿港繼續幹，這麼爛，媽除了第1個月人弄點，但後來更爛。海南房價由於自貿港跌得跟狗似的，幹繼續幹。雄安新區已經這麼爛了，幹繼續幹，各種他媽軍艦跟台灣沒關的繼續造天天的威脅台灣的飛機繼續飛，軍艦繼續跑，新質大基建繼續搞，錢繼續花光。而中共呢，咱也知道這黨本身就沒什麼目標和信仰所以呢隨便花錢隨便幹。而這些中共內部的人員，不管欠了再多的海量債務，都會努力傳導到社會中下層，跟他們自己沒關係。所以即使這個國家大量的人已經窮困潦倒，民不聊生還是不可能給人生機。目前中共國一些官方的專家研究機構都在那嚷嚷說外賣員的市場只有幾百萬人，現在超編多了幾千萬，網約車司機只有幾百萬人，現在超編多了幾千萬。這麼多人擠在市場裡，誰都不能掙錢，貌似給民眾說好話，大家難以生存。但是這些人難道不知道嗎？在失業率這麼高的情況下，就僅僅把外賣員、網約車這2個市場中多餘的大幾千萬，將近1億人從市場裡擠出去，這1億人怎麼生存沒人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以中共國未來不打倒中國共產黨無解，它是他們體制問題。
人類文明都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能出現中共這麼獨裁的玩兒，底下民众連任何意見都不提，拼命的大量的人歌功頌德，挺奇迹的，好吧？我講這麼多只是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中共統治這個國家肯定要倒閉，怎麼轉都沒用，它是制度跟結構決定的這些東西要改了就不叫中國共產党了。所以只要這些結構和制度還在那中國共產黨所有的行為就不會有人监督，而所有中共国人在這個國家從出生就只有責任跟義務，没有權利。择偶权利只有責任跟義務，從來沒有權利。所以這種國家很難持續生存下去。